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共党魁习近平接班人的各类传闻和猜测忽然有起，这也令人再联想到了原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当然，他是作为一个失败者出现。孙政才后期被中共点名的野心家、阴谋家，和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属于一个类别。在百年中共史上，被指所谓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野心家、阴谋家可能有一串，孙政才只是不算起眼的其中一个，但他最大的亮点密室拜龙袍足以写入红潮秘史。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我是邵峰。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孙政才的故事。1963年9月，孙政才出生于山东荣成虎山镇五龙嘴村，小学就读于本地的五龙嘴小学。在校期间爱好篮球，是学校篮球队的中锋。中学阶段即赴荣成城区的学校学习，高中就读于荣成13中，现荣成4中。公开资料中没有找到孙政才的家庭背景，正因为没有资料，可见他出自草根阶层，否则在当年仕途顺风顺水时，一定会被大书特书。客观来说，孙政才本来是个人才。1980年，孙政才高中毕业，作为其所在班级考取大学的3、4人之一，进入山东莱阳农学院农学系学习。1984年本科毕业后，参加研究生考试，进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原北京农业大学共同培养，攻读作物栽培与耕作学专业硕士学位，师从玉米种植专家陈国平。1987年硕士毕业后，孙政才留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工作，历任作物所研究室副主任、土肥研究所所长、副院长，并以农学专业在职研究生身份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曾于1991年作为访问学者赴英国洛桑试验站进修。1995年升任常务副院长、院党委副书记。1997年，孙政才获农学博士学位。同年因科研成就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正高级职称。如果不是后来进入地方官场，孙政才在农业领域属于一个有实力的专家，在学界混个高级职务就行了。谁也没有想到，孙政才并不甘于寂寞，在日后往上爬的过程中，野心膨胀起来。1997年，根据当时的中共中央人才选拔计划，北京市决定派孙政才到郊区县政府任副职。孙政才被任命为中共顺义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此后，他一直在顺义工作，官至顺义区委书记。2002年5月，时年39岁的孙政才以黑马身份当上北京市委常委。随后，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贾庆林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奇接替贾庆林任市委书记。孙政才出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兼市直机关工委书记。所以，孙政才早期的靠山被认为是贾庆林和刘奇。据说他和北京2任市长孟学农和王岐山不和。2006年12月，时任中共总理温家宝提名孙政才为农业部部长。时年43岁的孙政才是当时温家宝内阁最年轻的部长。2009年11月，孙政才出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2012年11月15日，在中共18届一中全会上，与同龄的胡春华一同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在中共18大，孙政才和胡春华
同时被坊间和官场加上了中共党魁接班人的标签，这为孙政才后来的大祸临头埋下伏笔。2012年中共18大，49岁的孙政才成为自中共所谓改革开放以来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一时踌躇满志。同年11月20日，孙政才接替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外界曾分析认为，胡春华和孙政才如都能在中共19大上入常，将分任总书记和总理，但也有说法指他们是中共总书记的竞争者。到2017年5月24日，孙政才再度当选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这离他出事的时间已很接近了。英国商人沈栋的前妻段伟红与孙政才交集密切。沈栋在回忆录《红色赌盘》中揭露当代中国财富、权力、腐败和复仇的内幕故事，里面有很多猛料，涉及孙政才后边的靠山是谁。本身是商人的段伟红和温家宝夫人张培丽关系密切，被温夫人视为干女儿。由此，沈栋与前妻曾经面对面接触王岐山、习近平夫妇、令计划夫妇、孙政才、贾庆林的女儿女婿、江泽民孙子等等，并因此知道不少高层内幕。2017年7月，孙政才被抓6周后，段伟红也被国安绑架，6年间杳无音信。直到2023年5、6月，段伟红以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身份参访江苏、福建等地的社会福利机构。据《红色赌盘》一书披露，2001年孙政才还是北京顺义区区长时，段伟红就投注在他身上。2002年，孙政才把一些房地产项目批给自己的盟友，包括曾给曾庆红的儿子曾伟批出土地。曾庆红是时任中办主任，是江泽民的大内总管。段伟红夫妇也得到一块土地。书中透露，曾庆红把孙政才推荐给同为江派的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而贾庆林把孙政才提拔为北京市委秘书长。从那个时候起，孙政才的仕途蒸蒸日上。红色赌盘披露，段伟红深度参与其中，确保孙政才能够晋升。曾庆红的关系是孙政才自己拉上的，但是段伟红全程参与了指导。书中说，江曾两大家族都对孙政才印象非常好，因为当上一个部长有多么艰难，政治局常委都得打好关系，要确保其中没有人阻挡你。故此，外界传闻孙政才是江曾培养的第6代接班人。书中还说，在温家宝当总理时，段伟红对温夫人尤其巴结，力挺孙政才上位。段伟红认为这样对温家有好处，温家宝不拉帮结派，不建立自己的人脉，温家未来需要有自己的靠山。2010年左右，段伟红通过时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的关系，从首旅集团拿下北京亮马河畔的使馆区华都中心项目，并通过北京市规划部门的审批，将华都饭店扩建为华都中心。2018年4月2日，大陆财新周刊刊发段伟红折翼一文，披露段伟红因为涉及孙政才案被查，证实二人关系匪浅。这篇文章马上被删除。红色赌盘披露，孙政才一心想击败胡春华，成为将来的最高领导人。他深夜常常和段伟红在一起商量对策。从2006年成为农业部长那一天起，孙政才就像激光一样专注于向上爬。孙告诉段伟红，只要他不犯错，他将会成为政治局常委。如果他不当总书记，他也会当总理。他的一举一动都盯着那个最高权力的宝座。习近平2016年以总书记身份造访重庆。中共官媒报道，2016年1月4日下午，
习近平去重庆果园港考察，并表示这里大有希望。当时外界媒体纷纷以博案后习近平首访重庆，孙政才下届入场有望，习近平视察重庆，肯定孙政才等为题，强烈看好孙政才。2016年3月16日，中共全国人大会议闭幕，港媒引述消息人士的话透露，主席台上的习近平在离场时，政治局委员、重庆书记孙政才紧跟其身后离开，二人还握了手。不过，习近平在重庆说了这里大有希望约1年后，2017年2月，中共中央巡视组向重庆市委反馈巡视情况时称，重庆清除博王思想遗毒不彻底，这给孙政才的仕途蒙上阴影。2017年7月15日，孙政才不再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由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接任。陈是习近平亲信，显然是有备而来。10几天后，官媒确认孙政才涉嫌严重违纪，中纪委已经对其立案审查。2017年9月29日，孙政才被双开，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官方形容孙政才的罪状严重践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2018年5月8日，孙政才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到底孙政才的政治问题有多严重？2017年10月，中共召开19大时，时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曾公开指控孙政才阴谋篡党夺权。刘士余说，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解决了威胁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的腐败问题，特别是查处了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孙政才。这些人在党内位高权重，既巨贪又巨腐，有阴谋篡党夺权。这些案件确实是令人不寒而栗，触目惊心。但刘士余随后也落马了。官方指刘士余公开发表不当言论，缺乏政治警觉和保密意识。这当中是否就包括涉及孙政才的言论呢？陆媒还报道了一个最能印证孙政才闯祸原因的秘闻。财经周刊报道披露，与孙政才最长时间的情妇刘凤洲曾经拿着孙的生辰八字找道士算命，认定他不但是封疆大吏的命，仕途还有望更上一层楼，于是请了一套龙袍送给孙政才。龙袍代表什么？这个大家都明白。署名杨海鹏的网友发推特表示，真是奇葩，孙政才情妇刘某赶制龙袍一件，上书孙的生辰八字，日日焚香祭拜。据说习近平收到爆料后勃然大怒，催促中纪委在中共19大前动手，要拿孙祭旗，并急令陈敏尔准备入狱。于是发生了孙政才倒台的一幕。难怪习近平曾深受薄熙来、周永康等人政变的刺激，因此对他被动接下的准接班人孙政才和胡春华一直高度警惕。其中孙政才与薄熙来有共同点，即均曾为储君，后为废太子。孙政才和薄熙来均被中南海作为储君培养，后薄熙来成为废太子，发配重庆。孙政才也是被下放任职重庆。孙政才虽没有红二代的背景，但他与薄一样，与江泽民的势力勾连，曾被称为江派推出的接班人，而胡春华则是胡锦涛的团派推出的接班人。在孙政才落马后，在官方定性中，他和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都被定性为野心家、阴谋家，列入重大政治隐患，这足以说明他涉及阴谋篡党夺权问题。而胡春华受孙政才落马的震动效应，中共19大未能入常，次年担任副总理，一直承担扶贫、就业和农业工作等苦差。显然习近平不太喜欢他，
直到中共20大，胡春华也被踢出政治局。孙政才仕途上一路腐败，丑闻不断，但之前并没有受到影响。关于孙政才腐败内幕，盛传最多的是孙政才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育有多名私生子。但中共本身无官不贪，无官不淫，这些问题不算什么。其中1998年，孙政才担任北京市顺义区区长时，结识了牵手果蔬汁品牌创办人刘凤洲。他从北京、吉林、重庆一路追随不断升官的孙政才，生意越做越大，组建起商业王国。其中在重庆便插手多个重大通信市政工程项目，融信通项目、红岩村桥隧 PPP 项目。刘凤洲信奉佛教，到后来就依照道士的建议，送给孙政才一套龙袍，保佑孙政才仕途更进一步。孙的另一情妇黄苏芝是江苏南通人，履历模糊，自称伦敦大学学院硕士学位毕业，曾供职于摩根士丹利伦敦办公室科技部门工作。身边人认为他的英文水平并没有流利到能在外资投行工作的地步，但长于营销。黄苏芝利用孙政才的关系，在重庆市操纵跨境支付清算公司易赞普和钱宝科技。另有报道说，由于和原配胡颖仅育有一女，孙政才饱受膝下无子的困扰，遂在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何挺的安排下养起情妇，生下不少私生子。不仅挪用公款外，甚至为情妇在香港的空壳公司提供10亿人民币一带一路资金。据中共官方2017年9月29日的通报，孙政才被指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官僚主义严重，慵懒无为。有网络消息指，孙政才的慵懒无为指的是他不顾工作，沉迷网络游戏。孙政才曾多次在工作会议开始前沉迷游戏，一局不结束不下车，车外10多个人等着。相关报道指，孙政才沉迷的网络游戏正是由腾讯开发的王者荣耀。孙政才还有许多花名，他到任重庆之初，网民通过搜集孙政才不同时期的官方宣传照片，鉴定出孙政才曾佩戴过至少10块名贵手表，因此戏称他为大表叔。有意思的是，孙政才到重庆之前，自2002年起任北京市委书记、顺义区委书记，2006年至2009年任农业部长、党组书记，2009年至2012年任吉林省委书记，连续11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干部。与此同时，党内外对他的劣评不少，举报没有间断。孙政才的发迹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共官场的腐败史，他的上位本身就是所谓的带病提拔。回看下红潮秘史，当年林彪想当主席接替毛泽东，后来薄熙来想接替胡锦涛，再到孙政才想接替习近平，但最终林彪逃命，机会人亡，薄熙来、孙政才均陷秦城监狱。如今秦城大牢外边，新一轮接班人舆论却又再热潮起来。当然，情况已经大有不同。习近平近年出访，经常走路脚步不稳，已经引起健康不佳的许多猜测。由于习没有既定的接班人，在中共20大后，就传出习家军中有人深藏野心，等着习死时顺位接班。现任总理李强最有可能有此心。依据当今中共中央党内排名，总书记缺位时推断的代理继任顺序，第1顺位应是总理李强。不过，中办主任蔡奇有中央书记处第1书记职务，加上他和习的亲密程度，他可能在非常时期抢权。中国政局发展到近2年已有极大变化。
一方面是中共在国际上四面树敌，在国内经济持续下行，中共在政治上维持高压，内斗加剧，习近平的军方亲信不断落马。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中共元老的支持下操盘对习势力的清洗。现在即便习近平没安排接班人，也似乎有人在安排了。近日从各个渠道传出的消息，纷纷指习近平已经失势，只是表面做样子。有爆料称，中共元老集体对习近平逼宫，加上习健康出问题，金秋将开的四中全会将有重大人事变动，连接班人选也安排好了。新的人事变化是，常务副总理丁薛祥接任总书记，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接任总理，总理李强将取代现在的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副总理张国清将接丁薛祥留下来的常务副总理。另一方面，在20大上被习近平踢出政治局的胡春华近期再度活跃，访问安徽并外访非洲多国。前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推测，胡春华接替习近平的可能性极大。这些爆料会否坐实，习近平是否很快下台，仍需观察。然而，中共本身的寿命可能不给习近平或所谓的习接班人机会了，除非他们是推倒中共另起炉灶。2002年已被发现的贵州2.7亿年藏字石上书中国共产党亡6字，被认为暗藏天机。近日有大陆网民实地探访，拍下高清照片，并爆料石上疑似还标注中共灭亡时间，可能2029，但也不排除2027。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